大家好，我是阿颖。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下，我实现的另外一个简单的许可证。这个简单版本的许可证呢，是基于这个 TechUI Toolkit 这个工具库来实现的。其实也不是主要是为了保护这个 Toolkit 的这个版权，主要是做一下技术实现。因为我之前那个版本的许可证实现太复杂了，然后就一直想写一个简单版本的，但是呢，它也得有足够的一个防御能力。所以就写了一个简单版本。来，我们先看一下，就是它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功能。这是这个简单版本的许可证的一个生成界面。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东西，实际上是非常少的，就是一个可以设置语言，比如说我们是针对中国人，或者说是海外用户，我们可以设置不同的语言。因为我在核心里边是有那个多语言的一个库的，就有一些提示信息啊什么的，是用实现了一个多语言。然后还有平台类型，因为就是我目前是给这个 Toolkit 来做这个防御，那后续我可能会拓展其他平台，所以说有一个平台类型，唯一标识符创建许可的创建日期、许可的到期时间类型的话分为临时和永久。如果临时的话，它必须设置一个有效期；如果是永久的话，它就不需要设置任何的有效期。联系方式和授权给某一个单位它的一个联系方式，还有一个就是授权单位的名称或者说主体。然后还有一个使用的一个范围，比如说，我可以设定，只针对某一个具体公司，比如说那个我们授权给 IBM，就是痴人说梦比如说仅用于 IBM 的这些项目的开发，或者是针对国内某些特定项目的这种开发，都可以给它设定。我们可以给它设置一个，可以用于中国大陆的任意项目的这么一个使用范围。然后，当然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完全是自觉，我设置这么一个使用范围。别人要用于什么海外的项目，那我也没辙，对吧？但是至少就是说，这是就是我在做这个授权的时候的一个契约吧。就是如果说我在海外的某些项目上看到了这个工具在使用，但它是属于中国大陆以外的项目，那我就可以在下一个版本当中把它这个唯一标识符给加入黑名单。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许可证在下一个版本当中是无法使用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生成一下配置项，大概就是生成了这么一个字符串，我们给它加密一下，加密之后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一个简单版本的一个许可证。这个许可证的话，我们需要放到项目上去使用它。在本地的开发包的话，是在src utils license 这个文件放到这里边的，就是把这个字符串给替换了即可。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许可证的具体一个表现也就是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使用。OK， 这个许可证实际上在初始化之后的话，会有这么一些信息，就是你看这上面，首先是一个声明它的一个版本，还有一个它的一个网站，然后还有就是授权给什么什么，授权给某一方，然后它的联系方式是什么，然后还有它的 scope of license， 就是它的一个使用范围。当然，如果说是我把这个许可证生成的时候语言给它设置成中文的话，那它这些信息的话就全部都是中文。如果是一个临时的一个许可证的话，它会有一个提示，就是the current license is temporary and will expire in 多少多少天这么一个提示。然后呢，这块备注信息上也有一个这个也有一个这个许可证的这个信息。这个信息是被 WASM 这个组件给插入到HTML 代码当中的，然后它是无法移除的。如果是移除的话，我们在做某些操作的时候，它会被检测到，然后就整个这个操作就无效了。比如说我们删除之后，我们这个自适应组件也是没法去用它会提示验证失败，然后响应就终止。OK， 我们刷新一下这个 Toolkit 的这个工具库吧，实际上就只有几个简单的组件，一个是自适应面板3D 面板，这个是光标交互的， 3D 面板陀螺仪交互的，然后图标组件，这几个是最重要的，剩下的都是一些辅助性的。然后那个其实这个库吧，就是我是用来写一些我自己的项目，然后我觉得应该有这么一个库。因为比如说我要用到这个自适应组件，那我不可能把我之前写那个 TechUI 整个那个 core 都给引进来，因为那个太大了，所以我就单独去写了这么一个工具库，相当于是提取了一些那个组件，然后放到这个工具库里边。那比如说那个自适应面板，我现在是写这个移动端嘛，写了这么一系列的 demo， 然后呢它就用到了这个自适应组件。好，关于这个 Toolkit 这个组件里边这些组件功能呢，我们今天不讲，因为我们主要讲的是这个许可证的简单版本的这个许可证。然后那个如果说
如果说我们的许可证，比如说有些人把这些关键信息给清除了，当然这个很容易的，用 JS 代码很容易就清除了。你达到可以就不受任何限制的去使用这个库的话，那它的这些计算功能就不会返回正确的结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删了它，然后我们在拖拽这个的时候，它不会返回任何的结果。那同理，就是这个自适应面板也是无效的。你看，在拖拽的时候，它就返回一个错误的一个结果。OK， 这是防御的其中一点。然后这个简单版的许可证，我就没想着给它做太多的这个防御动作，那就仅仅是就是自觉吧，就纯属凭自觉然后去用。如果说一个公司它在授权范围之外去使用这个工具库的话，那我也没有太好的一个防御手段。所以说这个简单版的许可证完全就是凭着这上面的声明信息吧，然后就是起到一个监督督促的一个作用。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个临时的一个许可证。然后我们来测一下其他的许可证呢，主要就分为2种类型。一个的话就是一个临时许可证，这个临时许可证的话，就是一般来说授权最大为1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永久的一个许可证。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是一个永久的许可证，然后它在这个页面上的话，它就会提示这是一个永久的许可证。当然这个授权范围这个是可以随意填的，目前的话我就填了个 for learning and test only do not use for commercial projects。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许可证改成一个已过期的它就说 license expired please update。 如果我们生成许可证的时候用的是中文的话，它就会提示中文信息。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实际上这个是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但是这个正常工作呢，它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我在这个 session storage 里边给它设置这个 temporary key。 这个 key 的话就是它是有一个10分钟的一个有效期，当这个 temporary key 过期之后的话，就整个这个工程就没法正常的用了。因为如果你的许可证过期，或者说是你是一个无效的许可证，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我们为了保护我们的版权嘛，所以我们就要做出一些那个相对应的一个反应。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让自己的一些主要功能不能去正常的运行即可。我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护这个 toolkit， 我的目的只是为了去做一个技术验证，写一个简单版的这个许可证。只是说因为我要去开发一个 toolkit 嘛，所以正好就基于这个工程，然后去开发这个许可证了。其实这个 toolkit 没啥，就是几个组件。当然这几个组件还是非常好用的啊，自适应面板、3D 面板图标组件，尤其是这个自适应面板，可以说目前来说的话在自适应方面的话，可以说是很厉害了。还有这个利用陀螺仪让那个元素或者说让任何 DOM 去3D 化，这个目前没有人去做过这样的事情。虽然说它不是什么太重要的功能吧，但是也还是算有点东西。好，目前我们可以就等一会儿，让这个key 过期之后，过上10分钟过期之后，我们来去做一下操作，然后试一下。就是我现在静止10分钟，不去动它。这个10分钟时间差不多已经过去了，然后我们可以测一下，就是我在这10分钟过程当中，我去做一些别的事情，然后这个界面呢，我是从来没有动过它，然后我们来测一下。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在拖动它的时候，它首先回正了，就是回正是因为它传的参数都为0，所以它就回正了。回正之后呢，我们再去操作它呢，它会有些报错信息就是验证失败什么之类的。然后同时会有一个说那个临时 key 有10分钟的一个限制，然后现在已经过期了，请关闭当前的页面，重新打开。这个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刚说的这个，在这个 session storage 里边有一个这个临时的这个 key temporary key， 这个已经过期了，所以说我们需要把它给这个窗口关闭或者打开，或者呢我们可以清除它。清除它的话，然后刷新，它会重新生成一个 key。这样做呢，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也可以正常去测试、体验、访问。然后呢，但是呢又没法用于正式的一些开发任务。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目前呢它是一个过期的许可证。那假如说我们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也是正常的可以使用的，但是同样是有一个10分钟的一个限制，然后时间到了它就会报错。当然这个报错信息的话，可能我做的并不是太好，我应该是10分钟之后他在做什么这种操作的时候，或者说这个操作的时候，我应该给他弹一个提示。这个后续我再去完善它吧，后续再完善它。然后当这个许可证不可解析的时候也一样，情况也是一样的它会提示许可证解析失败，就相当于是没有许可的一个状态。OK， 这就是简单许可的一个实现和防御的方法。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实际上跟那个前面写的那个比较复杂那个许可证差不多，东西差不多，就一些关键的，比如说一些比较关键的组件，那我就逻辑就写到这里边。那我在运行这些逻辑的时候，我就要去判断一下它这个许可是不是有效啊之类的。这里边一样是有一些，比如说那个基础的加解密RSA Base64MD5，然后有许可证的一些逻辑、字符串工具，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工具、模板，还有一个验证等等，就是跟那个实际上跟之前写的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吧。其实它做的这个防御呢比较轻量，然后呢，你看就是它没有许可的情况下，也可以去正常的去使用。在验证方面的话，就是一是靠这个声明信息，这个的话就全凭自觉；另外一个就是许可证过期，就临时许可证过期之后的这个，或者说没有许可证的这种情况的一个约束，就是10分钟的一个限制。还有就是为什么去写一个这个简单版的许可证呢？其实就是如果你写一个太复杂的许可证的话，不是太好去做一些项目。这个东西其实也就是为了我自己去接一些项目的时候方便去用它。因为就是比如说我自己写个这种 H5 的这种 APP 界面，那我肯定我需要这个 Adaptive Panel 这种组件，然后比如说这个陀螺仪控制的这个裸眼 3D 的这个组件也挺酷的，对吧？我想用这些东西，我需要有一点约束力，能保护我的版权不被滥用这个就足够了。这个简单版的许可证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